辉宝也是一只会过日子的小熊。辉宝玩耍时看到地上掉落的竹子，走上前就给其捡了起来，打算将其吃掉，表示不能浪费。辉宝这是明白韩国物产比较稀少，从小就给爷爷节约粮食。下一秒，辉宝小头一看，似乎发现了什么，原来是盛熙阿姨和江爷爷走了进来。江爷爷又来给盛熙阿姨的节目友情出演了。江爷爷对于自己每次栽种的植物都很是上心，虽然江爷爷是熊猫馆官最大的，但却又是干活最多的，事无巨细，任何事情都要操心。江爷爷给园区的芋头苗全部浇过水后，带着自己的小水壶离开。不过很快，江爷爷又回来了，给辉宝和瑞宝带来了2根大竹笋，而盛熙阿姨则负责给爱宝收拾吃剩的竹子。江爷爷将竹笋递给辉宝后，原本想教一下辉宝正确的吃饭姿势，但辉宝根本不会，或许辉宝更喜欢躺着吃。而江爷爷的教育方式看来只对福宝有用，以前爷爷让福宝做好，福宝立马就会乖乖作正。这下福宝在江爷爷心中又多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因素。眼看辉宝教育不了，江爷爷便放弃了，拿着另一个竹笋去找瑞宝。辉宝看到爷爷去找姐姐了，立马不乐意了，追到爷爷脚边，表示自己还要。江爷爷立马将手里的胡萝卜递给了辉宝。等江爷爷下来后，辉宝便立刻抱住了爷爷的大腿，想让爷爷只属于自己。而此时瑞宝看到辉宝这茶里茶气的样子，生气的给竹笋扔了下来，竹笋差点砸江爷爷的头上。江爷爷看到后，立马又上去安慰瑞宝，给瑞宝递了胡萝卜。姐妹俩彼此这醋意十足的样子，简直不要太可爱。而江爷爷这里想让辉宝作正的想法也仍然没有放弃，再次尝试将辉宝扶住。不过辉宝完全不听。之后江爷爷将掉落在地上的竹笋拿去饮水盆里洗了洗，并给其剥了皮，打算拿回家给爱宝吃。爱宝在地上发现了一块福宝刚才掉落的胡萝卜，爱宝走上前闻了一下，爱宝一脸嫌弃的走开，但在不远处还有一块，爱宝凑近再次闻了一下，感觉这块还可以，上面没有福宝的口水，便将其捡起来吃了。而福宝则正在树上看着妈妈，心想自己啥时候给胡萝卜掉下去的呀，自己都没吃着。一会儿福宝从小树上下来，来到了小滑梯上，福宝手脚并用，手上拿着竹子，脚上还要给其扶着。这时爱宝也走了过来，蹲坐在小木床上拉起了青团，坐着拉累了就趴下。看来福宝拉青团的方式一部分也受了爱宝影响。福宝在滑梯平台上看着妈妈一动不动地趴在小木床上，心想妈妈干什么呢？福宝一激动，趴在滑梯边上一个后空翻就给自己摔了下来。爱宝淡定地看着福宝，福宝打小就扛摔。福宝走到妈妈身边，想和妈妈贴贴，求妈妈安慰。看到妈妈没理自己，福宝转身离开。爱宝这时拉住了福宝的腿，检查了福宝一下有没有受伤。一会儿福宝想要再次爬滑梯，爱宝走上前阻止着福宝，表示滑梯上太危险了，福宝要小心一些，让福宝在小木床上玩。福宝听从了妈妈的要求，躺在小木床上和妈妈玩耍，画面看上去很是温馨，但对于3分钟热度的福宝来说，温馨并没有存在很久。福宝从小木床上掉下去后，又被小木桩所吸引，爬到了小木桩旁玩耍。福宝在园区转了一圈，最后还是爬到了滑梯平台上，但这次爱宝担心福宝再从滑梯平台上掉下去，爱宝坐在福宝身后，将福宝揽在怀里，守护着福宝。爱宝对福宝的爱体现在日常每一个细小的举动中。爱宝这时来到小木床边上，打算拉青团。爱宝让福宝走远点，但淘气的福宝非但没走远，等爱宝蹲下准备拉青团时，一口咬在了爱宝的屁股上。福宝咬着妈妈的屁股拽来拽去，还用手摁着妈妈的屁股，阻止着妈妈拉青团。下一秒，福宝一激动，一屁股坐空了，给自己摔了个跟头。不过爱宝这儿总算可以安静的拉会儿青团了。福宝则趴在窗户上来和看自己的姨姨们打着招呼。打完招呼后，福宝打算重新爬回小木床上。福宝一步跨到小木床上，这大长腿，这下看谁还说福宝腿短。福宝来到小木床上后，爱宝已经拉完青团离开了。福宝趁机撅起屁股，在小木床上进行标记，想要抢占妈妈的小木床。福宝一边做标记，小嘴还止不住的上扬。爱宝则在旁边看着福宝所做的一切。爱宝懒得和福宝计较。一会儿，福宝爬到滑梯上，和妈妈说以后小木床就是自己的了。爱宝爬到滑梯平台上，打算教育一下福宝。福宝在滑梯上嘚瑟着，爱宝给福宝揪过来，紧接着松开了手，福宝便从小滑梯上滑了下去。福宝这下没脾气了，自己坐进了自己的小泳池里，没有地位可言。福宝一改刚才调皮的样子，乖巧的坐在没有水的小泳池里。一会儿爱宝走过来时，福宝都快吓坏了，好在爱宝只是想喝口水，福宝深深松了一口气。
福宝表示差点以为自己又要挨揍了呢。福宝正躺在妈妈怀里，慵懒地享受着午后时光，母女俩在小木床上玩闹着，画面温馨感满满，妥妥幸福的大熊猫生活。一会儿，福宝被园区其他的地方吸引走了。福宝来到观景竹前的草丛里，蹲坐在上面给自己挠着痒，感觉到生活美好的福宝，嘴角止不住的上扬。不过一会儿，福宝回来，发现妈妈不见了。福宝在小木床上寻找着妈妈的气味，福宝顺着妈妈的气味找去，最后福宝发现妈妈来到了小亭子上。福宝坐在下面喊妈妈，表示自己终于找到妈妈了。福宝爬到小亭子上，福宝找到妈妈后，发现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转头又回到了小滑梯上。福宝自己坐在小滑梯上玩耍着，一会儿吃竹子，一会儿看看风景，最后趴在小滑梯上睡着了。没一会儿，爱宝走来表示让福宝别睡了，下来陪自己玩。爱宝抱着福宝的脑袋就给睡梦中的福宝拽了下来。江爷爷曾说过，福宝小时候在爱宝眼里就是个皮球，怎么摆弄都可以。福宝被妈妈从滑梯上拽下来，一点脾气也没有，只是弱弱的表示让妈妈下手轻一点。福宝等妈妈玩够了，福宝踩着妈妈的身子打算重新爬回小滑梯。爱宝考虑了一下，让福宝等一下再上去，说完又给福宝拽了下来。福宝侧身爬到了小木床外面，等妈妈过来找自己时，福宝趁机踩着妈妈的身子就爬到了滑梯上面。福宝真是足智多谋，但在爱宝绝对实力面前仍是不堪一击。福宝刚爬上去便又被妈妈拽下来了，但福宝还是热衷于小滑梯，一次一次被妈妈拽下来，福宝又一次一次的爬上去，而且看上去每一次摔的都不轻。晚上福宝下班后，爷爷来到福宝的房间看福宝，福宝像个大老板一样倚靠在竹子上。福宝看到爷爷来了，坐起身，在爷爷面前，福宝还是懂礼貌的。福宝向爷爷走来，和爷爷打招呼。爷爷对福宝说：“营业一天辛苦了。”爷爷伸出手为福宝做按摩，福宝依靠在栅栏上，惬意的享受着爷爷的服务。服务完，福宝爷爷该去接乐宝下班了。等爷爷回来时，福宝坐在小木床上，望着爸爸乐宝房间的方向。爷爷问：“对面不是墙吗？”福宝在看什么？福宝表示自己只是单纯发个呆。福宝坐在栅栏前，继续享受着爷爷的按摩。福宝回头的一瞬间，和爱宝简直不要太像。福宝在栅栏前蹭来蹭去的，开心极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爷爷再次来到福宝的房间。福宝听到爷爷声音后，总是第一时间来到爷爷的身边，享受着爷爷的服务。这个时间里，爷爷不仅是给福宝放松身体，还能给予福宝满满的安全感。爷爷站在栅栏前和福宝玩闹着，福宝都要比爷爷高了。看完福宝后，爷爷来到乐宝的身边，此时的乐宝正安静地吃着竹子。对于乐宝这儿，爷爷除了感谢还是感谢乐宝对一家人的付出。一会儿，福宝出门营业，福宝在园区里发现了一只歌宝，福宝跑上前将歌宝赶跑。爷爷夸赞福宝干得漂亮，表示福宝比自己想象中做的还要棒。福宝在园区转了一圈，来到了爷爷的身前。福宝在满是落叶的园区兜兜转转，因为落叶的覆盖，园区看上去安全感满满。福宝来到爷爷的视角下，开心地转来转去，给爷爷表演着小节目。与此同时，隔壁的乐宝也来到了室外园区，而爷爷一转头的功夫，福宝这儿爬到了高高的树顶，这一待便是一上午。等乐宝都回室内吃午饭了，福宝才从树上往下爬。一会儿，乐宝吃完午饭开始睡午觉，脑充血睡姿是乐宝最喜欢的睡觉方式。最后，爷爷坐在落满枫叶的地上和大家说再见，想必下周这些枫叶也会出现在福宝的园区吧。宋爷爷一早来到园区，被阳光照得睁不开眼睛，但依然表示今天的阳光令人清爽。宋爷爷表示今天自己有一个新的想法。宋爷爷打算给园区的落叶全收集起来，然后给福宝摆一个大大的爱心。说完，宋爷爷便开始忙碌，尽量做到完美。最后，宋爷爷看着爱心有些单调，宋爷爷还在上面插了2块胡萝卜。一会儿，福宝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。福宝进门后，一眼便看到了落叶爱心上的胡萝卜。福宝坐在落叶爱心里，将胡萝卜拿过来，便开始了大快朵颐。落叶坐在屁股下面软软的，福宝坐在落叶堆上，将胡萝卜吃完，转身离开。此时，福宝屁股上沾了一地落叶。福宝坐到小木床上继续吃竹子，而与此同时，隔壁的乐宝也正在干饭中。乐宝吃的那叫一个香。爷爷看完正在营业的福宝和乐宝后，来到了办公室。此时的瑞宝正站在小床上向外看去。瑞宝开始向往外面的生活，不想只在小木床上了，想和爷爷一样可以四处走动，想去看看这美好的世界。瑞宝踮着小脚在小床的床沿不断的挪来挪去，而爷爷则在一旁鼓励着瑞宝，表示让瑞宝大胆爬，鼓励瑞宝从小床里跑出来。最后，爷爷还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之前福宝用过的竹子牙刷。